しかも殿がわざわざいくつかの公共軍を利用して一層リアルに見えますね。中国のことわざ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強い敵と戦った方が面白い。今回は隊長殿によく満足させたらいいんですね。動け。はい。你们两个务必认真执行，出了问题拿你们是本。是，太君，我们保证认真。隊長、全員待ち伏せ終わりました。皆に伝えろ。勝手に動かず全て命令に従え。はい。仔细看看仓库周围有没有埋伏，注意地雷、鬼雷，散开。周围都看了，没人埋伏，只有张卡那几个。里面有4个人，除了小菊，咱们一人一个，定好自己目标。有事万一失手，小菊做好布道准备。明白。上。すごい腕だな。やっぱり普通の人間ではない。徹底的に殲滅しろ。皆に伝えろ。勝手に動くな。はい。小日本的也不过如此嘛。四儿，别急。咋的了？这么重要的地方，他们派伪军看着，还穿着鬼子的衣服，上当了。快撤吧！别动！敌人现在一定在暗中瞄着我们，那咱也不能站着当靶子呀。现在只能冒险陪他们玩一玩了。怎么个玩法？敌人之所以没有开枪打我们，是因为他们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现在就要将计就计，假装召唤主力人员过来，拖延时间。老师，我在这儿掩护，你带着他们迅速到下关码头3号仓库。顺利的话，10分钟后我赶到。不行，太危险了。现在这是最安全的方法。你们有20分钟路程，到了后迅速干掉看守。但是注意，千万不要惊动敌人。老夏，我跟你留下。
射殺しないのはなぜですか？奴らは成功したと思い、潜伏している仲間を探しに行った。奴らが合流して倉庫に入るのを待ち、我々は花火を楽しんでから残った奴らを潰してやる。わかりました。戈壁是鬼子的海军。バーカ。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隊長殿、どこか変だと思いませんか？
动很大，也许是侥幸吧。现在去哪儿？卧虎山下靠近江边有一个秘密山洞，那儿鬼子找不到。安全吗？太守殿！全ての道に沿って追いかけろ！おいおいおい！他们行动小组至少有5个人以上。如果泰山同志想要说服他们相信我们提供的情报，而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的话，难度很大。要不，我们去一趟幕府山洞怎么样？现在情况尚不明朗，再等等吧。娟姐，林三儿，你们俩把车开到附近，然后丢到江里，快去快回。明白。林局，你在这儿看着点。安国，来。大川君、こんなに遅く財宝を国に輸送する時期かな。骨董が全て奪われました。お？コンドル特攻隊の能力でそんなことはありえないだろう。いつのことだ？たった今です。司令官どうか今すぐ部隊に南京の通路を封鎖させてください。川の全面封鎖もお願いします。敵が水路で輸送するのを防ぐために。あとできるだけ兵力を出し逮捕活動に参加してください。大川君、分かっているだろう。去年南京で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たくさんやってたからとんでもない話題を起こしてしまった。軍部の指示より南京城で大きな騒ぎをしない方がいい。しかもあなたの計画は密かに進んでいるが、もし大規模な行動をするなら。司令閣下、金百合計画は天皇陛下が自ら作ったものです。私は現場の実行者ですが、南京城で問題が出たら閣下も責任がある。とにかく今はどうか力を貸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分かった。すぐ指令を出す。今すぐ南京城を全て封鎖しろ。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山洞的？是我当初在修筑南京防御工事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不会吧？据我所知，师座所属的部队当时一直驻扎在雨花台附近，从那儿开赴的句容。幕府山和雨花台一南一北，距离那么远，你有那么神吗？如果猜得不错的话，应该还是你那个朋友告诉你的吧。老师，你有很多事情瞒着我，
瞒着大家。对，你猜的没错。不过我说过，不是瞒着你，是还没到告诉你的时机。文国，相信我。我有说过不信你吗？这样吧，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把一切都告诉你。行啊。看来你这个秘密还不小啊。南国，我希望咱们能够一直并肩战斗。他们回来了。行了，办妥了。没遇到什么情况吧？小日本的行动挺快呀，大老远全是火把，看那样人不少。今晚轮流盯梢，小菊你先去。好。老师，发报给戴站长，请就下一步行动。嗯。等他安排好运送的船只之后，会及时通知我们。好，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密切关注敌人的搜寻动向，抓紧先休息吧。老夏，外头鬼子越来越多了。看来鬼子真是急了。老师、俊杰，你们俩留守。三儿，出去看看。哎呀妈，人不少啊！看来他们真是急眼了。岡大地域の捜査では何も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爆山一帯の捜査が終わりました。何も見つかりません。試験山と原武湖一帯の捜査をしました。発見なしです。もっと詳しく捜査しろ。だらけるな。はい。大川君。いや、逃げ出すことはありえません。司令官下、骨董を取り返さなければ
我々は切腹して謝罪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大川君、君から物を奪える人物など一体何者なんだろうな。その前に私は敵と接触しました。作戦の能力から見ると軍刀の特攻隊に間違いありません。軍刀？南京が我が軍に占領されて以来、軍刀の人間がたとえ残ってもここまでの能力はないはずだ。南京以外の最大の拠点は上海のはずだ。司令閣下大燕というのは軍刀の上海拠点のリーダーで、仮身分は商人です。大燕、商人。わしが劉金という中国の商人を知っている。彼は上海で商売しながら密かに何かをしているらしい。重慶へアヘンを輸送していると軍部の人が彼を疑っている。そんな商売をやれる人間が必ず向こうの軍部と深く関わっているはずだ。司令閣下、この情報はとても重要です。きっと軍の人と関係があります。この線を沿って調べた方がい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その通りだ。では大川君に頼む。あの劉金と接触してみよう。大きな収穫があるように。
回来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第4支队的2团团长杨团长，这位是南京地下队行动队队长老刘，其他同志在外面待命。你好，你好。我是于飞。我是陈静。现在泰山同志的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是赶紧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计划。这么说，你是共产党？是。难怪你知道财宝在哪儿，还带我们藏在这里，现在又故弄玄虚阻止我们转运。看来一切都是你们事先安排好的，我们不过是你利用的工具。金杰，你别这么说，我是共产党，但共产党的宗旨是救国救民，避免财宝落入敌人之手，这是我们的共同目哎，标。说，你们下一步计划是什么？金杰，老夏，他虽然不是敌人派来的，但也是奸细，是党国的敌人。金杰，到底谁是党国的敌人？我相信很快会有定论。但是为了确保国宝不落入敌人之手，这次你们必须相信我。相信你？把财宝拱手送给共产党？把枪放下。放下！先放下，这就是我之前跟你们提过的上海行动组的组长夏安国。先把枪放下。夏组长，请别误会，我告诉你实际情况，你们的代站长已经叛变投敌，现在他和日本人在上元门已经布置好了陷阱，就等待你们的到达。不管你怎么看待我的身份，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你去送死。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我得对这次行动负责。放下！安国，就埋伏在这里，随时等在这里。小静，
以为在一家找你了。傻丫头，前2天我回到奉天，还打听了你的消息，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不会的，不会的，是我爹用他的命救了我。小青，你放心，这笔血债。物资怎么运走？我们已经合计好了，利用鬼子的卡车把这批物资送到紫金山，那里有一条秘密通道，可以安全出城。出城之后，再把这批物资化整为零，穿过游击区，抵达安徽，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再次转运不成问题。20天之后，完全可以到达。那拜托了。老夏，你出去那会儿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你怎么了？金杰，相信我，你别被骗了。镇长怎么可能会投敌呢？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也不相信戴站长会叛变，但我和三儿出去的时候已经发现鬼子暗中加强警戒。如果按照戴站长所说的，风险太大，他们的方案更为可行。安国，你好好想想，他们新四军刚刚成立不久，正是缺衣少粮的时候，他们正好可以把这件事情已经定了，我会向戴站长当面解释清楚，一切后果我负。你这么做，等于把国宝拱手送给别人，你还有什么脸面见站长啊？你放心，我说到做到。好，我在上海等着你们，希望你不会食言。抓紧时间搬东西吧。叫上其他同志。隊長殿、約束の時間になりました。どうして来ないんでしょうか。敵が慎重すぎ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だが長官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続けて待とう。はい。陈宁姐，你能跟我们在一起太好了，这下我就有伴儿了。前面就是城门了，大家出城的时候注意警惕，不要暴露。我已经在城外安排好了车辆接我，走吧。隊長、こっちでも何か問題があるんでは。
待ち伏せしろ。現れるまで待とう。はい。我整整联系了一夜，但一直没有联系上。戴先生，我依然相信你没有骗我。没有，绝对没有。我分析你的部下之所以出现意外，极有可能是他们过于小心谨慎。毕竟，南京还处在皇军的掌控之中，而恰好他们的电台又没电了，无法和你取得联系。我想，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他们今天一定会想办法和你取得联系。你务必指示他们今天继续把物品送到既定地点，明白吗？明白。如果有什么新情况，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戴先生，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不想再多说了。我明白，一定。那个夏安国倒是有可能看出鬼子的破绽，恰巧电台又没电了，难道真这么巧？你还记得曾经我跟你说过，我会和你一起并肩战斗，怎么样？我没骗你吧？郑静，我只是没想到你参加了共产党。安国哥，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国民党作战指挥系统紊乱，步调不一，官兵离心离德，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出路的。你再想一想，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使小鬼子首尾不能兼顾，日夜不得歇息。就这样长期坚持下去，我坚信我们的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安国哥，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打击侵略者，把小鬼子赶出国门，拯救全国的老百姓于水火。我们这样既报了家仇，又雪了国耻，这不是挺好的吗？
老师，安国，之前没能透露我的真实身份，抱歉，这是组织上的要求。理解。留下来吧，咱们还在一块儿并肩战斗。老师，这次任务已经告一段落了，我该回去复命了。安国，戴远已经叛变了，你现在回去，这是自寻死路啊！戴远叛没叛变，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但如果我不回去了，那就意味着我真的叛变了。安国，这个情报虽然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核实，但是你此去十分危险。你的心意我明白，但是现在我要尽一个军人的职责。安国，你就不能听我一次吗？小静，看到你好好的，我心里踏实多了。能够再见到你，是我这次任务最大的收获。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我希望你能学会好好保护自己。放心吧，我会常回来看你的。走，去哪儿？回去复命。竟然是共产党！还有那个夏安国，那都是在委员长那挂上号的党国精英，竟然也被收买了。站长，夏组长。哦，那为什么没按照我的要求把东西运至上远门仓库呢？安国认为水路运输风险太大，所以你宁可相信共产党，也不相信自己的组织，是吗？一切为了珍宝不流入敌人手中，谈不到信不信任的问题。你这是谋反！
楼下，事情总会弄明白的。把他们先给我押起来。是。站长，他们……你先出去。是。戴先生，有什么新情况吗？事情已经弄清楚了。快说。我的部下竟然是共产党，东西他们已经交给新四军了，现在已经到了他们的控制范围。报告。不过我抓住了一个，我相信只要顺藤摸瓜，事情会有转机的。戴先生，我立刻到上海与你商讨下一步行动。石鑫同志，你说安国他们会不会有危险？据我所知，戴元此人是个利欲熏心之辈，经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商人做一些不法勾当，所以与日本人勾结的可能性极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可真就凶多吉少了。但我相信安国一定会见机行事的。另外，我会用他们的电码保持监听，及时探听消息。那他们会不会更改密码？极有可能。你现在回去，这是自寻死路啊！戴远叛没叛变，现在还是未知数。但如果我不回去了，那就意味着我真的叛变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国民党作战指挥系统紊乱，步调不一，官兵离情离德，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出路的。日本人会做什么？这个夏安国和石鑫会不会知道我已经投靠了日本人？为了以防万一，看来只好全部灭口了。这个夏安国立过大功，还救过委员长的命，除掉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现在那几个叛变的人员已经被我关押，正准备处决已经逍遥。戴先生，看来咱们之间的确是一场误会。既然事情不可控制，而且已经发生，现在要做的是尽最大努力去补救。我已经想好了，对这几个叛变人员，戴先生不要私自处理，而应该将情况报告给你们的最上层，并且争取亲自押送他们去重庆接受处理。这样，你就可以将这次任务失败的罪责推卸掉，重新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对我们以后的长远合作十分有好处。而且，我和我的一批精锐队员
也将以戴先生部下的名义跟随你到重庆。你们去干什么？当然是为了补救这次任务的失败。戴先生，你知道的，丢失的物资是金百合计划中的核心部分，数目和名单已经上报给了天皇陛下。有一丝一毫的短缺，就必须用你我的脑袋去填补。所以，哪怕是天涯海角，我们也要夺回来。重庆是你们的地盘，在那里还要仰仗戴先生鼎力相助啊。这没问题，只是这几个背叛的人员可能已经知道了我跟皇军的合作，这万一要是泄露出去，这个很简单，我们在半路上把他们除掉，理由嘛，共产党前来营救，交火中把他们打死，岂不是天衣无缝？这样好。前提是让你们的领导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只有这样，你才可以继续受到他们的重用。抓紧准备吧，把整个过程考虑的周密一些。记住，要假戏真做。明白。那好，我们明早就出发。好。怎么样？有消息了吗？进来。站长，你找我。来，坐。军杰啊，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忠诚。虽然这次任务失利了，但足以看出你对党国的忠心。我一定会向上级反映的。这是俊杰的本分所在，站长过奖。如今像你这样的忠勇之士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必须要大力表扬，加官进爵。石鑫和夏安国竟然背叛党国，实在是令人痛心。站长，夏安国他不是……好，你不用替他们辩解。我已经请示局座，准备亲自押他们去重庆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走之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请站长放心，我一定努力维持。好，我准备明天一早出发。需要多少人？我立刻去安排。不用，事关重大，我已经另外安排了押解人员，你只要明天带几个人把他们押上车就行了。天都亮了，老夏，你不会一夜都没睡吧？天亮了，谁没睡呀？哎呀，姓戴的怎么一点动静没有？这孙子是憋着要害咱。他敢，咱又没犯什么法。再说了，老夏好歹是个上校团长，官不比他小。说的有道理。咱现在也不是老百姓，他也不敢把咱怎么地哈。老夏，你说吧，啥时候想出去？我有办法。真的？
请吧。去哪儿啊？奉命带你去重庆接受上级处理。重庆行啊？听说那地方火锅挺好。俊杰哥，你也去吗？把这批物资，我心里有数。我走以后，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千万别出什么乱子。等我回来。小静，小静，啊，你看，这是华东自来水公司要求做的账目，里边有几个简单的加减都错了，以后用点心啊。我再检查一遍。事关重大，我已经另外安排了押解人员，你只要明天带几个人把他们押上车就行了。
明大义这一点值得肯定。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是军统的人，我认为我们不便插手。夏安国他们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才遭到陷害的，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自身安全考虑。那他们的生命安全呢？就不用考虑了。我说过，他们的遭遇我们表示同情，但鉴于双方的立场，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我们不便插手。可是现在问题是，戴远他已经投靠日本人了，现在是日本人要杀害他们，这难道也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情吗？也不用考虑了。小静，你冷静点，我理解你的心情。我知道，你跟夏安国之间有私人感情，但那是以前，现在他是军统头目，军统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人，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冒险去营救他的话，我想组织上也一定不会答应。夏安国，他参加军统，他是为了更好的打日本鬼子，他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情。谁会承认自己干过坏事？好，于老师，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你放心，我陈静绝不会连累党组织，我自己去救他，就是死，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小静，你站住！你别忘了，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你要服从组织纪律。于老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知道我应该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可是作为一个女人，我更清楚夏安国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我已经失去过他一次，我不想再失去第二次。老于，陈进同志虽然有些激动，但我觉得他说的对。营救夏安国已经不是干涉军统内部事务，戴远投靠了日本人，伙同神医行动队员加害他，现在是敌我斗争啊！如果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却见死不救，那么以后还有谁会愿意来协助我们？夏安国，还有邻居丁三儿，是和我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朋友，也是我动员他们加入军统的。他们有没有做过不利于我党的事情，我最有发言权。而且，夏安国是最优秀的抗日战士。如果他能够加入，对我们以后的战斗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决定参加陈进同志的救援行动。老于，情况紧急，你还在犹豫什么？那既然这样，我也就只能冒着被组织处分的风险了。谢谢你，于老师。好，别说了，时间紧急，我们赶紧商量一下。一定会走。戴先生，你认为共产党新四军会按照承诺把财宝送到重庆？据我所知，新四军现在是缺衣少粮，弹药极其短缺，很有可能他们已经变卖了宝物，换取粮食和弹药了。看来戴先生对共产党很不了解，我倒很愿意和你打个赌，我赌他们一定会信守承诺，如期送到。
南国，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老师，就看你了。前面就是渡口了，我们将从这里沿水路到达重庆。是船老大吗？几位客官是要出海还是到内地去？最近海上有鲨鱼，我们可不敢去，除非你们带枪保护。我们到内地是自己人。以前我怎么没有见过你？你是新来的吧？啊，是新来的，前2天刚从3城调过来。咱们准备出发吧。全部下车。是。让他们全部下车，快点！是。人下车！李三乐，赶快下车！厅长，他们全都是日本人。